穿到古代开饭店，我靠微波炉和预制菜封神了。当别家大厨起早贪黑，我的秘制菜肴只需叮3分钟；当别家为食材发愁，我的冰箱取之不尽。食客们为一口神仙鸡丁疯狂，武林盟主赖着不走，公主非要给我投资开分店。直到那天，我的微波炉终于不堪重负。然而此时的我却因外卖小店倒闭而发愁时，外面却忽然传来一声吆喝：“掌柜的，有人吗？快给我上菜，饿死我了！”正当于志埋头研究的时候，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打断了店里的安静：“好的，好的，马上来。你要吃点什么？本店保证20分钟内出餐，超市不收钱。”于志收起手机，习惯性的说了一声，只是刚抬起头，他就愣住了。原本现代化的前厅小店竟然变成了一座古色古香的酒楼，水曲柳台面的八仙桌，老榆木的楼梯，高高挂着的大红灯笼，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而又熟悉。这是哪？他不是在自家的外卖小店吗？还有面前的这位客人，一身的古装长袍，难不成他不小心误闯了什么影视基地？还是说他没睡醒出现了幻觉？老板，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去给我上菜？随便上什么都行，我不挑的。客人见于志愣住，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哦，马上去，马上去。”于志连连点头走向后厨，不论是不是真的，他都感觉自己要去洗把脸清醒清醒。来到后厨，随手打开冰箱，掏出一包店里卖的最好也是存货最多的宫保鸡丁，剪口倒碟，放进微波炉，一气呵成。嗡，微波炉发出微波的声音，于志这才有空打开水龙头，用清水洗了洗脸。冷静了一会，他又鼓起勇气走出了厨房门。白炽灯、玻璃门、电风扇，熟悉的场景，熟悉的味道。果然，自己刚刚是出现了幻觉了吗？刚刚的客人是不存在的。等等，客人不存在，那宫保鸡丁不就白热了？也罢也罢，自己吃吧。正好今天晚饭都没吃，叹了口气，于志无奈地回到了厨房。正好3分半钟的时间，食物已经加热完毕，一股香气从微波炉中飘了出来。于志拿起筷子尝了一块鸡肉，别说，虽说是预制菜，味道还是不错的，就是不知道里面用了多少科技。店里，于志去了厨房之后，只留下肚子咕咕叫的客人一人留在了大堂。王震捂着肚子，难受的要命，要不是饿得很啊，他才不会进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店呢。早知道就不贪快走这条道了，这破地方又没吃的又没住，简直就是个大坑。要是走隔壁那条道，自己现在恐怕已经美美的住在酒楼里，吃着香喷喷的食物了。别说，隔壁镇子那酒楼还真有几道菜还挺好吃的，时不时还能上个新品，完全能够满足他们这群老饕的需求。哪像这地方又穷又破。王震一脸不满地扫了一眼酒楼的摆设，五小一大6张桌子，脏兮兮的，还有一层灰，甚至角落里还能看到蜘蛛网的存在，一看就是很久没人打扫了，或者说很久没人来吃饭了。这种店还20分钟出餐，店里怕不是只有野呼呼吧？会不会吃死人呀？不吃又得被饿死，真是愁死个人了。也罢也罢，将就着果果腹吧。等他回了京城，一定要去泰丰楼好好的吃上一顿。等等，哪来的香味？怕不是自己饿出了幻觉？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菜香？睁开眼，王震正好对上了一手端盘子，一手夹着一颗鸡丁，准备放进口中的于志的眼睛，四目相对，场面极其尴尬。掌柜的，你这是在干嘛？王震指着于志偷吃的手，有些不可思议。这年头居然还有当着客人面吃客人菜的老板，简直离了个大谱。没事，客官，我就是替您试试熟了没有。于志慌忙把筷子放下，真不怪他偷吃。刚刚的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想着不吃浪费了，不然就这预制菜包给狗，狗都不吃。哪曾想一出厨房门，居然又穿越到了这莫名其妙的地方。没事吸溜，这是什么菜？王震此时的心思早已经被于志手中的菜给吸引了，那香味那叫一个霸道。盘子中的菜色泽红亮，粒粒分明，肉块表面裹着浓浓的酱汁，搭配上绿色的黄瓜、焦黄的花生，光是这色就让人看得直流口水。宫保鸡丁，客官您没尝过？于志有些奇怪的将菜放到了王震的面前。宫保鸡丁可是道非常常见的家常菜，基本上每个人家里都应该烧过的。好吃是好吃，但也不至于流口水吧？更何况自己这还不是现做的，纯纯的预制菜，里面加了多少科技，那是鬼才知道。可面前之人居然觉得美味，难不成自己真的穿越了？没有，第一次见到如此色香味俱全的菜，太香了。王震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鸡丁，刚入口，瞳孔猛然睁大，这味道就仿佛有一只活鸡在舌尖上跳动，嫩滑的鸡肉在舌尖上化开，满嘴都是鸡的味道，简直不要太美味。除了鸡丁，还有那翠绿的黄瓜，更是清脆爽口，让整道菜油而不腻。剩下的东西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焦焦脆脆的非常美味。这时候要是有壶美酒，那当真是赛过活神仙了。不过看了看空荡荡的柜台，王震就放下了这个想法。乡野小店能有一道眼前一亮的菜就不错了，其他根本不敢奢望。还别说，于志这店还真没卖酒，毕竟主打的是外卖，谁家好人的外卖店还卖酒啊？客官您满意就好。看到王震吃的那么欢，于志也有点不好意思了。5块钱一袋的预制菜真配不上这些赞誉，那香味8成是用了什么工业香精。至于鸡肉的嫩滑，也不知道是加了什么科技与狠活。最可怕的就是这菜包的保质期足足有2年之久，如今已经1年半了。光是想想保存2年要添加的防腐剂，于志就忍不住想打个哆嗦。当然，价格摆在那里，5块钱一袋，有荤有素，只要吃不死人，都是值得表扬的。好吃，好吃！我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菜，再来1份，不，再给我上10份。王震麻溜地舔完盘子，豪气地说道：“这菜好吃是好吃，就是这分量着实小了点。至于价格，他还真不差钱。好嘞，您稍后。”见王震把盘子都舔干净了，许是真的饿急眼了。于志也没多说什么，麻溜地应了下来。回到厨房，开冰箱，捡包装，装盘，放进微波炉，30秒解冻，3分钟加热，一系列流程下来，熟悉的让人心疼。咔咔咔咔咔咔，10个微波炉同时启动。于志也终于有时间思考起了这几次出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似乎和他出的门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厨房比较大的缘故，于志的后厨有左右2道门，一道直通店铺，出去的时候就是正常的店面，
另一道则是拐了个弯，从楼梯底下出来的，本是为了方便上楼睡觉，哪曾想现在似乎是出了点意外，居然能够穿越去了古代。于志又探着脑袋试探了几次，果不其然，直通前店的门出去就是原本的现代外卖店，而从楼梯底下那个门出去，则是穿越到了那个不知名的古代。自己居然真的穿越了！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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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微波炉提示音将于志从茫然和懵逼中唤醒，整了整衣服，将10份宫保鸡丁从微波炉中取了出来。无论怎么说，都得先把眼前这位客人送走了再说。至于以后的事，自然是以后再说。等关了店，他自然有时间慢慢研究。端着餐盘走出后厨，于志再次和正在舔盘子的王震大眼瞪起了小眼。客官，不至于，真不至于。于志讪笑着没有开口，内心却是在疯狂的吐槽：面前这人看穿着人模狗样的，怎么跟8辈子没吃过饭似的？就那盘子都舔了多少遍了都。呵呵，掌柜的，您这烧菜动作挺快啊。王震也是有些尴尬，他平常可不是这样的，即便是京城泰丰楼的菜，他也最多把菜给吃光了，怎么可能在这里舔盘子？好说歹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舔盘子这种事，正常情况他是绝对做不出来的。但没办法，这小店里的菜实在是太香太好吃了，尤其是那酱汁，越看越想吃，不知不觉他就舔起来了。一般般吧，咱店里主打的就是一个速度。客官，10盘宫保鸡丁，您的菜上齐了，还要点其他什么菜吗？于志也是绷着脸，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无论多好笑的事情他都不会笑，这点小场面他还是能忍住的。当然，要是再让王震舔下去，他就不好说了。不用了，等等，这里有饭吗？王震摆了摆手，这种乡野小店能有一道拿手菜就不错了，尤其看这出餐速度，估摸着也就这道宫保鸡丁是他们的拿手菜了，其他的菜王震可看不上。不过想想那汤汁用来拌饭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有的，客官，有的。于志连连点头。白米饭可以说是他家唯一一个不是预制的东西了，毕竟米的成本在那里，制作又简单，预制没必要。尤其是这米饭，他可是专门跟一个做饭的大厨学过的，在木桶里用热水泡发，滴上3两滴香油，再焖上1两片秘制香肠，不是那种包装好的火腿肠，而是那种自家酿制，挑选上等猪肉，剁碎塞进猪肠子里，太阳底下晒足9981天的顶级香肠，用这样的香肠焖出来的饭会带着丝丝的甜味，更有肉的香气，那叫一个美味。当然，米饭用的大米也是有讲究的，选的是普通又不普通的五常大米，用它蒸出来的米饭晶莹剔透，香气浓郁，口感绵软紧实，香甜适口，粒粒分明，堪称米中极品。当然，最主要的是好吃不贵，和最顶级的大米是比不了的，胜在性价比高。还有最关键的就是烧饭的容器，用的不是电饭煲，而是私人定制的高级木桶，用这样的木桶蒸出来的木桶饭，自带一股奇异的味道，三者结合，回味无穷。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预制菜，他家的外卖能日销上千单的原因。有些人就纯是冲着这口饭来的，还有些人虽然不知道是饭的原因，但有饭的加成，预制菜更加美味，也就喜欢上了他们家的外卖。这个点了，反正也没什么生意了，于志干脆就将热了一整天的饭统拿了出来，装了满满一大盆。客官，您的饭来了。于志将米饭放在了一旁的桌子上，没办法，王震的桌子上已经放了10盘宫保鸡丁，桌子小也放不下其他东西了。正吃得不亦乐乎的王震抽空瞥了一眼，不瞥不知道，一瞥吓一跳，米饭，大白米饭，整整1盆的大白米饭，一大盆的大白米饭放在他面前，让他喉头一紧，差点没被嘴里的食物噎死。客官，怎么了？是太多了吗？没事的，您可以用勺子勺碗里吃，吃多少算多少。于志还以为是饭太多了，想想也是，11盘宫保鸡丁，哪怕是量再少，也不是一个人的饭量，再加那么大一盆饭，怕是要把人撑死。算了，剩下的饭明天拿来做蛋炒饭好了，蛋炒饭就是要隔夜的才好吃。不是，我是想说，你家饭用的居然是大白米。王震缓了缓，总算是将喉咙里卡着东西给咽了下去，这才开口道：那不然嘞，不用大米用什么？于志摸了摸脑袋，有点费解。你们这镇子那么富裕吗？既然是开酒楼的，顾客自然是周遭的百姓。这年头，白米可不是一般人吃得起，大部分老百姓也就吃得起素米。用吃糠咽菜形容可能是过分了点，但绝对不可能顿顿吃得上白米饭。能天天吃白米饭的，那得是大富之家了。就算是一般的七品官，要是不贪不占，也得粗粮搭着饭吃，哪有可能顿顿吃得起大白米饭？这么大一盆的白米饭可不便宜啊！一时间，王震都有些担心起自己的钱包起来了。就算再穷，也不至于白米饭都吃不起吧？于志有些无语，吃不起外卖就算了，要真快饿死了，随便找个地方要碗白米饭，谁家都不会舍不得的。等等，这里似乎是古代。要知道，距离于志的年代，能家家户户吃得上大白米饭的日子，其实也没超过50年。这还都得感谢袁爷爷的付出，不然还真没法把顿顿吃白米饭说得那么自然。不过，大概是从小到大吃习惯了的原因，有时候都忘了这种情况不是理所当然出现的，而是有些人辛辛苦苦努力出来的结果。忘了问这顿饭要多少钱了。被于志理所当然的话再次呛到，王震也有些不淡定了。我算算，宫保鸡丁每盘10块，11盘就是110，一盆饭算5块好了，成会115。店里的价格总是要比外卖便宜的，一般外卖12，堂食10块，省了中间商赚差价，哪怕价格低了，赚的还多。115文，那么便宜？王震有些惊讶。就这宫保鸡丁的好吃程度，要是放京城泰丰楼那种地方，单这一道菜就敢卖上100了。这一顿饭，他本以为怎么着也得花个1两多银子呢，哪曾想10几盘荤菜，一大盆的米饭就卖个1000多银子，这也太划算了吧？你这么理解也可以。于志本想说他这是115元，但想想这是在古代，就随便了。他现在就想早点把人打发了，然后好好研究研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115文钱是吧？这是1两银子，再给我准备个住的地方，剩下的赏你了。
王振美滋滋地掏出了1两银子，敲在了桌子上。抱歉，我们这里只提供食物，不提供住宿。开什么玩笑？他这地方太诡异了，怎么可能留人住宿？万一暴露了自己的秘密，那可是很危险的。没事，随便给我安排个住的地方就行，我可以加钱的。王振美滋滋地吃着宫保鸡丁，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加钱也不行，客官赶紧吃吧，小店马上要打烊了。于志表情严肃，对他而言，1两银子和1000银子差别不大，反正都不是人民币，没有概念。要说金子，他或许会心动，也会坚决的拒绝，什么都没有他的秘密来的重要。这好吧，见于志拒绝的坚决，王振也不好再多说什么。虽然有些晚了，但他们这种人风餐露宿惯了，露宿野外也是常事。今天能吃得饱饱的，还那么好吃，已经让他很满足了。这菜美味异常，还有这饭也好吃。哎，这白米饭似乎比自己吃过的要美味100倍，又有肉香，又颗颗分明，软硬适中。但这不就是白米饭吗？一碗饭能好吃到哪里去？应该是错觉，肯定是错觉，是菜太好吃产生的错觉。王振摇了摇头，将饭好吃全归结到了宫保鸡丁的美味身上。他吃饭的速度不算慢，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就把10盘菜1盆饭全给扒拉了个精光。正当他要舔盘子的时候，被于志给赶了出去。关上店铺的那一刻，于志终于是长长的舒了口气，也终于是有时间好好打量起了这家莫名其妙的古代酒店。酒店的陈设其实很简单，5张小桌子只容得下4个人坐，还有1张大长桌子，挤一挤倒是能坐10来个人。剩下的就是一个一个正对着店门的柜台，还有一部楼梯可以上楼，后边似乎还有个后院。于志先去后院转了一圈，后院挺大，有马棚、磨盘，还有几处房舍，似乎是按照客栈样式建的。最关键的是，后院居然还有一扇通往厨房的门，从那进去，居然能看到一个正经的古代厨房，里面蜘蛛网密布，厚厚的一层灰，怕是好几年没来过人了。灶台空的耗子都跑没影了，看样子似乎是因为时空错位的原因，将他家后厨的那扇门和这家客栈后厨的门产生了时空错位。看完厨房，于志又上楼转了一圈，楼上就没什么稀奇的了，10来个房间，空空荡荡，一样是蜘蛛网密布。大晚上的上去还以为是什么鬼宅呢。转了一圈，感觉后背冷飕飕的，于志赶紧下楼回了后厨，看到自己熟悉的明亮厨房，这才让他感受到了一丝家的温暖，还得是现代好啊。简单将盘子放进了洗碗机里，于志回到自己温暖的大床上，呼呼大睡了一觉。这一觉直接睡到了下午，起床瞅了瞅时间，已经过了饭点。于志也没打算开店了，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古玩一条街，于志掂了掂手里的15个铜板和1角碎银。虽然王振极力想直接给他1两银子，但他没收，无功不受禄。既然开好了价，那就是这个价。真想多赚钱，下次抬价就行。他可不是奸商，在他店里向来是明码标价的，又不是黑店，宰人的事他不干。在街上转了一圈，他挑了家顺眼的古玩店走了进去。古代的钱到底只是古代的钱，要想换成现代的元，还是得看看汇率怎么样。哟，客人您想买点什么？古玩店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整个人乐呵呵的，看上去很好说话。不买东西，我有几个东西想让老板您帮忙看看。于志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将手里的铜板和1钱银子递了过去。小伙子，方便问问你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吗？家传的还是？老板只扫了一眼就犹豫的问道。买的。于志扯了个谎，当古董买的。老板又问道。算是吧。于志又点头，他是打算当古董卖，毕竟是古代的东西。哦，那就恕我直言了，小伙子，你应该是买到假货了。老板摇摇头，一脸惋惜的说道。假货不能吧？于志有些懵了，难道昨晚他真是去了影视城？但今天出门的时候他扫了一眼，昨晚也没做梦啊，那店还在呢。你要当古董买的，指定是买上假货了。你瞅瞅这大钱通宝，字就不提了，咱往上翻翻，上下5000年，哪有个姓钱的朝代？再说古董这东西，最重要看的就是氧化程度。这铜板那么新，离造出来绝对没超过20年，只能说这假造的是太明显了，一点成本都不肯下呀。还有小伙子，你也太好糊弄了吧，这我都不知道怎么吐槽了，钱花的不多吧？老板此刻看于志已经有了点看智障的眼神了，这么假的东西他是怎么敢买的？不多吧，也就花了115块。于志有些懵了，这方面他还真没考虑过。不过想想也是，人家古董都是历经岁月洗礼才成的古董，他这直接从那个朝代拿的，能历经多少年，还得下去沉淀啊。只是他原本想象的倒买倒卖的想法似乎是泡汤了。倒也没那么贵，不过还是亏了，就是亏的没那么离谱。老板依旧是笑呵呵的模样，这话怎么说？于志有些懵。你这东西虽然不是老的，但铜是真的，银也是真的。现在铜价每千克约85块，银价1万多1千克。你这铜钱和银子虽然都不纯，但卖个50-60还是可以的，就算亏一半吧。你找个金银铺子，应该能卖得出去的。当然，要是当古董来看，那就纯的血亏了。老板好心的提醒道。好的，多谢老板提醒了，能卖50-60，亏倒是没亏多少，他那些预制菜成本价也就这样，但问题是也没赚钱啊。离开古玩店，于志又找了几家，得到的都是同一个说法，瞬间让他有些泄气了。本来还想着说多赚点的，现在看来只能打消这个念头。想赚钱，除非把菜涨价，不过那样多挣不了几个钱，简直离谱。挣钱怎么就那么难呢？他都能穿越古代了，开了金手指居然挣钱还那么费劲，简直要把人气笑了。回到店里已经是下午3-4点了，今天的外卖单子是不打算再接了，但另一边的情况
况，于志还是打算摸清楚，哪怕不挣钱，另一边他也得安顿好，不然万一有人从那地方摸进来，世界可就乱了套了。要不把这门给堵了。于志看着后厨的门，有点跃跃欲试的封门感。好在理智战胜了冲动，还是先了解清楚这地方到底是哪里再说吧。客栈依旧是昨天晚上那副陈旧的模样。于志来到门口，将大门打开，扑通一声闷响过后，一个小小的人影匆匆的从地上爬了起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掌柜的，我不是有意的。小小的人影忙不迭的点头哈腰的打招呼。你是？面前的人瘦瘦小小，看上去13、14岁的模样，但很明显于志不认识。我是隔壁村的，您叫我小琴就行。王公子给了我1钱银子，专门让我在这等您开门，然后对您说一句，那么晚不开门，活该你们店没生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王公子让我那么说的。小琴说完是一脸的诚惶诚恐，生怕于志把他打一顿。没事，具体说说什么情况？于志一脸淡然，这事也没啥好生气的，开店晚不来这事就是了，还专门雇个人骂自己，显然是对这家店非常的满意，是那种时刻吃不到心心念念的食物后气急败坏的满意。这其实是对小店最大的认可，搁一般顾客早拜拜了，哪会花那么多钱就为了吐槽一句。果不其然，从小男孩的口中，于志也大概清楚是了怎么回事。昨晚那王振压根就没走，直接在店门口住了下来，本以为一觉到天亮就能美美的吃个早饭上路，结果早上于志的店压根没开门，没开就没开吧，反正昨晚吃的挺饱，也没怎么饿，早上不开，中午总该开门了。王振便这么等啊等，就等着美美的吃上一顿好上路。结果于志愣是早上没开门，中午也没开门，眼瞅着再不走，今天就赶不回去了。王振终于是放弃了，正好小琴来镇子上卖药路过这里，就被他拉来当壮丁了，给了他1钱银子，换走了他身上的干粮，顺带让他替自己在这里等着。就这么一直等啊等，等到了现在。当然，除了这些信息，于志还从小琴的口中打听到了不少这个世界的信息。他们身处的朝代是大前王朝，大前王朝连年征战，民不聊生，也就20几年前撑不住打仗的费用，才好不容易停止了战争。但食物紧缺，衣物紧缺，就连人口也萧条的可怕。虽然说休养生息了这么些年恢复了一点，但这地方除了人祸，天灾也是一点不少，不是干旱就是涝雨，这几年可谓是五谷不收，那叫一个惨字了得。现在的老百姓一天也就吃2碗野菜糊糊，米饭是大户人家才能吃得上的，甚至说一般的地主家也就能粟米粗粮吃个饱，大白米饭那是过年才能吃得上的好东西。当然，这世界既然有穷人，自然也有富人，倒不是所有人都吃不起饭，不然也不会有酒楼这个东西了。像王振那样的公子哥，明显就是有钱人了。只是于志待的这个镇子却是算不上什么发达的地方，他所在的这个镇子叫客货镇，原本应该是通往京城的必经之地，集水路、陆路于一体，算是个商路交汇的重镇。可惜的是，20几年前打仗的原因，把县衙移去了隔壁的镇子，那边默默发展了20几年，经济基础和民生基础早已经发展成熟，再加上有县衙这个政治因素在，直接把人口全吸引去了那边，也就导致客货镇现在除了一些原住民以及赶路的人，基本上没啥人出没了。人这个关键因素没了，其他的东西自然也就发展不起来了。于志的这家店就是这么倒闭的，原本这里是很繁华的商业一条街，现在全没了。要不是于志把店打开，这里就是条死街。老板，我真不是故意的。对了，王公子还让我帮你把酒楼打扫下，省得下次来还是乱糟糟的。小琴说完，站起身就要找抹布，只是她的肚子不合时宜的咕噜咕噜了起来。你这是没吃饭？于志有些惊讶，这才猛然想起刚刚小琴说的，王振把他的粮食换走了。本以为他自己会剩点，现在看来是个老实人啊，一点没留。嘿嘿嘿，没事的，我干活很麻溜的，干完我就能回去吃饭了。王公子给的那1钱银子，都够我们家用上好几个月的了。干粮全给他也是我赚了。小琴慌忙说道：“我先去给你拿点吃的吧，我们这地方别的不多，饭是管够的。”于志说着就走向后厨，左右不过5、6块钱的事，总不能让人饿着肚子。不，小琴本想拒绝，但今天赚了足1钱银子，加上确实有点饿了，想着待会还要干活，也就咽了咽口水，把话给咽了下去。花点就花点吧，就当少赚了。3分半钟后，一股奇异的香气弥漫在了酒楼里。嘻，好香！小琴耸动着鼻子，活脱脱的像条狗。吃吧。于志端出了一盘宫保鸡丁，外加1碗大白米饭。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小琴虽然口水不争气的流了一地，但理智尚在。白米饭，香喷喷的肉菜，这是他这种乡下来的野小子能吃的吗？这一顿怕不是要把他今天赚到1钱银子全搭进去了。没事，就当给你待会干活的报酬了。于志不在意的说道。不行，王公子已经给过干活的酬劳了，我怎么能再收？对了，要不我用这些东西换您这顿饭吧。小琴连连摆手，但随着菜的香味涌入鼻腔，他也有些忍不住了。钱他是舍不得花的，但其他东西也不是不可以给。正好他早上其实是采了药来城里卖的，只是还没到药铺就被王振给拦下了。只是背篓里的药都是他随便采的，也不知道老板看不看得上。这是啥玩意？野生黄金？于志自然是认不出药材的，不过无所谓，他有万能的 AR 视图，随手拍了个照 ，AI 就自动识别出了面前的东西乃是野生黄金，顺带还标出了价格，50元每公斤。看着一背篓起码也有5、6公斤的样子，算价格能卖250，比昨天王振给的还多。怎么样？可以换吗？小琴有些忐忑，以往他这一筐药材拿去药店卖，也就只能卖几个童子，也不知道够不够付这顿饭钱。可以，太可以了！你以后要有什么药材，先到我这看看，我这也需要药材。铜板、银子换不上价，但药材可以，尤其是这种纯天然野生的，在遍地都是大棚药的现代，绝对是个稀罕物。古代收药，现代卖，这似乎还挺有搞头的。好的，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小琴感动的涕泪横流。不客气，快吃吧，冷了就不好吃了。于志摆摆手，不在意的说道。虽然不知道古代药材值不值钱，但山里肯定是卖不出高价的，就好像城里的榴莲能卖几10块一个，
但要是榴莲种植区白给都没人要，运输的成本其实占物品价值的很大一部分。但他那边就不一样了，现代交通便利，快递发达，最缺的其实就是野生的东西，只要找对路子，野生药材的价格还能再往上提。正当小琴有些狼吞虎咽的干着饭的时候，静谧的街道上传来了马蹄的哒哒声。小姐，找到了，这里有家店，香味就是从这里面飘出来的。但是这店看起来好脏啊，要不我们还是走吧。一辆马车正巧巧的停在了店铺的大门口，车上下来一个丫鬟模样的人，看了一眼店铺，有些嫌弃的说道：别走别走，不脏不脏，怪我，都怪我没有及时打扫。听到丫鬟要走，于志没什么反应，反正也挣不了几个钱。正在吃饭的小琴却急了，端着菜就冲了出去。老板人那么好，菜也好吃，可不能让客人因为自己的失误给跑了。没错，他已经把店脏归结到了自己的身上，要是他不贪图那口吃的，早点开始干活，店不就早干净了。还别说，他这一跑，让宫保鸡丁的香味直接冲到了大门口，就连门外站着的丫鬟都忍不住开始吸溜起了鼻子。小姐，这好香，但还是不干净，我们还是走吧。丫鬟到底是受过训练的，时刻为小姐着想，他家小姐可金贵着呢，哪能吃这种店里不干净的吃食？看看这小跑堂脏的那样就知道了，店里绝对不干净。其实一开始他就不打算来的，但一向不爱吃饭的小姐难得开了口说找香味的来源，他也不好阻拦。本以为是新开的什么高档酒楼，哪曾想是一家破败的小店，看上去还脏兮兮的，一时间他有些后悔来这了。干净的，你们看这菜都是我们老板精心制作的，可干净了。小琴急得一下把手中的盘子递了出去，里面吃剩下的一半的宫保鸡丁正静静地躺在餐盘中，晶莹的酱汁裹着嫩滑的鸡肉，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流口水，好想吃，怎么办？直面宫保鸡丁的小丫鬟内心可谓是天人交战，理智上她绝不能让小姐吃这种不卫生的小店的菜品，可人本能的欲望又驱使着她想尝尝面前这菜到底是什么滋味。没办法，香实在是太香了，尤其是这盘子就在她鼻子底下放着，香气正蹭蹭的往她鼻孔里钻呢。小姐，要不试试？丫鬟咽了咽口水，刚想说要不自己先试试，那边掌柜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小琴，客人不愿吃就回来吧，我家的菜确实不太卫生，人家千金之躯，娇贵的紧，吃坏了我可赔不起。天地良心，于志说这话的时候绝对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这可是预制菜啊，谁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万一有什么不卫生的工序，他们也不知道。其他人还好，像现代人天天吃外卖，预制菜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压根不用他操心。王震一看就是练家子，不然也不可能一口气吃那么多东西，所以也不用担心。小琴呢，吃杂粮野草长大的，就更不用担心了，吃不上的终将让他变得更强大。但这马车里的这位，看丫鬟和这马车的阵仗，就知道是闺阁里精心饲养的千金大小姐。这种吃惯了原生态绿色无公害食物的大家闺秀，来吃自家各种工业科技的预制菜，那是真担心给她吃出病来啊！所以刚刚那话一点反讽的意味也没有，纯是摸着良心的肺腑之言。可惜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有心人听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位掌柜，抱歉，是我家的丫鬟不会说话了，菜我们要了，打包一份带走。车内空灵的女声响起：这位小姐，我没开玩笑，我家的菜真的不干净，您可千万别吃，吃了会拉肚子的，说不定还会吃出病来呢。于志好言相劝，他是真不想惹上事啊，但这样苍白的辩解就更像是在反讽了。谁家酒楼会说自己家的菜不干净又不卫生的？那不是纯有病吗？我明白。空灵的女声依旧空灵，明白就好，明白就好。于志以为马车里的人是听明白了，就放下了心。不过他的心似乎放得早了点。掌柜的，我们出1两银子买你一道菜，剩下的就当是我对丫鬟言语不敬的赔偿了。小春，付钱。空灵的声音有些轻了。小姐，1两是不是有些多了？名叫小春的丫鬟有些不乐意，这菜再好吃也值不上1两啊。付钱。似乎是面对自己的丫鬟，清冷的声音就没那么客气了，声音透着严肃，明显是想赶紧把这事给了解了。小琴又是期待又是崇拜的看着自家老板，这么会的功夫，老板居然就赚了1两银子。这要是换他去码头扛大包，起码也得扛上1、2个月，可老板就那么一顿饭就给挣到了，简直就是他的神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家菜是真不卫生，是真不能卖你，不然你吃坏了肚子算谁的？于志没有被突如其来的银子给砸懵，他更担心惹上事，而且他也是真不放心自家的预制菜，5块钱一袋，真不敢保证质量啊。无妨，吃坏了也是我自己的事，不用老板你负责。马车里的声音无所谓的说道。于志还想挣扎一下，10两。马车上的人确实不耐烦了，只听嗖的一声，一锭银子从马车里飞了出来，正好好的落在了于志的手上，掂了掂重量，不偏不倚，正好10两。那我可事先声明，吃坏了不能回来找我麻烦，有钱不赚王八蛋。于志自然不可能和钱过不去，左右大家都吃的，没理由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吃不得。撂下了这句话，于志就去了厨房，又是那套熟悉的流程。过后，一盆香喷喷的宫保鸡丁就出炉了。之前为了迎合某些高雅穷士，于志特地买了些木质的打包盒，这回正好派上用场。很快，1盒宫保鸡丁外加1盒饭就打包好了。小姐，您可千万别吃啊，我这菜是真不卫生。美滋滋的捏着手里沉甸甸的银子，于志冲着远去的马车好意的提醒道：哼，小姐，他欺人太甚了，简直是得理不饶人。小春跟在马车旁，听着身后远远传来的声音，还以为于志还在嘲讽他，气得直跳脚。这厮再三的说自己店里不卫生，不就是在嘲讽他刚刚说的话吗？他们都赔了那么多钱，老板还要嘲讽他们，简直太没品了。无妨，以后不去他家就是了。小姐的声音依旧空灵，似乎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那小姐，这菜怎么办？要不我先替您试试毒。小春有心把菜丢了，但又舍不得，没办法，实在太香了，而且那菜一看就很好吃。嗯。小姐的声音空灵的不似凡人。太
好了。见小姐首肯，小春再也忍不住，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外卖盒。啪嗒，随着一声轻响，外卖盒子被打开了，一股热气如同龙卷风一般卷着菜香就进了她的鼻孔。盒子中央宫保鸡丁正安静地躺着，宛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嫩滑的鸡肉被切成了小块，每一块都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仿佛在诉说着它的美味。香浓的酱汁像一层华丽的外衣，紧紧包裹着鸡丁，每一块鸡肉都被酱汁浸润得恰到好处，色泽鲜亮，让人看了就再也无法移开视线。小春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鸡肉放入口中，刹那间，一股鲜美的味道在她的舌尖绽放开来。鸡肉鲜嫩多汁，口感滑嫩，与香浓的酱汁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另一个餐盒中，大白米饭粒粒分明，宛如珍珠般晶莹剔透，每一粒米饭都散发着淡淡的肉香，诱人心弦。小春用筷子轻轻挑起一些米饭送入口中，那米饭口感软糯，带着丝丝甜味，宫保鸡丁搭配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原本只想替小姐试试毒的小春，一口接着一口，根本停不下来。很快，马车行驶到了一座府宅门口，府门上明晃晃地挂着一个靴子，正是客货镇最有头有脸的薛家。马车上的也正是薛家大小姐薛新月。小姐到了，到家了，糟了！小春刚扶上小姐的手，忽地猛然一惊，怎么了？一惊一乍的。薛新月空灵地问道：不好了，我不小心把菜全吃完了，糟了，要不小姐我再回去买一份吧。小春急的是直跳脚，只有吃过的他才知道那菜到底有多好吃，可他刚刚光顾着自己吃了，完全忘了给小姐留点，简直罪该万死。不必了，不就是一道菜吗？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不妨事。再说了，你不是说再也不去了吗？薛新月有些奇怪，自己这丫鬟平时也不是贪嘴的人，今天这是怎么了？可是真的很好吃啊。小春弱弱地说道。再好吃能好吃到哪里去？左右不过是一道菜罢了。走吧，回府。此刻的薛新月丝毫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只以为是一道好吃点的菜罢了。他从小出生富贵人家，什么好吃的没吃过，自然不会在意。刚刚也是一时起意，但老板刚刚一直嘲讽他们，到底不是泥捏的菩萨，他心里也是有点恼火，本就不打算吃这菜，这回菜没了，自然就更不在意了。可小姐，那菜是真的很好吃啊。小春还想辩解一下，菜是他吃的，只有他最清楚，那味道太鲜美了，勾得他还想再吃。别说了，回府。酒楼送走薛新月，小琴这边就迫不及待地给于志收拾了起来，打了盆水，拿了抹布使劲地擦着，每处地方都擦了最起码4遍，就连地板都没放过，恨不得把地板擦成大理石的。门口的牌匾就更不用说了，锃光瓦亮，远远看去就让人感觉异常的精神。当然，如此努力工作的弊端也显现了出来，那就是直到晚上也就将把1楼打扫干净了，2楼是一点没动。行了行了，别擦了。于志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8点了，连忙拉住了还在卖力擦洗的小琴。不行啊，老板，我收了王公子钱的，一定要干完的。小琴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一方面她收了钱不能不办事，另一方面老板对她也确实太好了，不但让她吃上了大白米饭，还让她吃上了最顶级的人间美味。那东西怕是神仙吃的也不过如此了吧。她一个穷苦人家出生的野孩子，除了一把子力气也没什么能报答得了，只能卖力点干活了。她已经想好了，不只是今天，以后隔段时间她就过来帮老板收拾下，不然对不起老板对她的好。我没说不让你干，但是吧，我们今天要打烊了，你可以明天再来。当然我们早上是不开门的，你可以先去山上采点草药，下午再过来接着干。今天赚了笔大的，于志只想摆烂。10两银子，就古代银子和金子的兑换比是10比1，也就是说换算下来，今天赚了1两金子，那金价可比银价要贵得多。他刚刚百度了一下，现在金价90多万1千克，1两金子就是45000多块钱，一天挣上4万多块钱，简直不要太赚钱。这有钱人的赔礼道歉方式真的是朴实无华到让人讨厌不起来啊！他也算是想明白了，这钱不能当古董卖没事，铜和银不值钱也没事，只要金子值钱就行。以后赚了钱全攒着，最后换成金子出去卖。他们那边的银价和金价比可是90比1，哪怕这里的金子不纯，只要是真金，他就绝对不会亏。当然，今天赚了那么多钱，肯定要摆烂一下的，干脆早点打烊好了，反正晚上也不会有啥客人。老板，你喜欢草药？小琴听于志第2次提起，不由问道：当然，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你拿草药来我这，我不但给你要钱，还包饭。黄金存起来太费时间，还得做点其他的小生意维持下现金流。动真！小琴有些激动，老板这的饭他是吃过的，用一句神仙吃的来形容也不为过，而且标配大米饭，这种东西真的是他天天可以吃到的吗？至于草药，他压根不担心，他们那片大山里别的不多，就是草药多，就是之前一直卖不上价，所以他也就时不时的才过来一趟。现在要是包饭的话，他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发动村里人帮忙采药了。小琴虽然老实，但也不是没脑子，不然也不会采了药来城里卖了。他这个年纪的在村里闲着的很多，其他干不了，采草药还是可以的。以前草药不好卖，所以他都是自己采了来城里卖的。但要是老板真喜欢，他也不介意当个2手贩子，少赚就少赚点，有饭吃就行。至于他自己，还是打算留在店里帮老板干活，再赚个跑腿钱，那可是大白米饭配美味佳肴啊！一天上哪里挣钱能挣得上这顿饭钱？自然是真的，你只要拿来我都收。于志有个发小家里就是干中医的，这些年他时不时的就听发小抱怨，说药材是越来越假，人工种植的药性根本不够，搞得好多古代的方子用不上。你说这抓药，药不对了，病能治好吗？发小家那边现在都不敢让病人自己出去抓药，都是抓好了给病人的，不然根本把握不住药性。不过现在好的药材也越来越难买了，都得他们自己去收购，还不一定收得到，时不时就有药材断货，不得已只能用人工种植的，然后加大药量，但效果肯定没野生的好就是了。有这么个稳定的收获渠道，于志自然不担心东西卖不出去了。好的，老板，那我先回去了。
明天再来。小琴兴奋的走路都有点踉踉跄跄的，看着像喝醉了酒似的。那么晚了，要不吃完饭再走？于志有些不放心的问道。不能再让老板破费了。老板，我先走了，明天见。小琴兴奋的转身就跑，眨眼就跑没影了。今晚她注定是要兴奋的睡不着觉了。相比于她兴奋的睡不着，某些人可就是郁闷的睡不着了。京城泰丰楼一处雅致的包间内，几名强健有力的汉子正在酒桌上推杯换盏，谈笑风生。来，王少，京城一别也有3、4个月没见了，这次弟兄们特地给你摆了桌接风宴，一定要让你吃好喝好。是啊，王少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的，吃喝方面肯定是差了点意思的，这次回来一定要好好享受享受。没错，你看这烧花鸭、烧雏鸡都是王少你以前的最爱，尝尝还是原来的味道。桌子的主位上，王振稳坐中央，和几人把酒言欢，面前的菜都是他曾经的最爱，这次必然是要好好享受的。几杯酒下肚，王振也将手里的筷子伸向了面前的烧鸡，轻轻那么一扯，一只鸡腿就被扯了下来，还是原来的感觉。王振满意的将鸡腿放入了口中，只是咬上那么一口，瞬间就感觉不对味了，怎么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王少怎么了？怎么不吃啊？一旁的人见王振举着鸡腿久久没有放下，有些奇怪，这味道是不是有些不太对？泰丰楼换厨子了。王振有些奇怪地问道：“以前这烧鸡可是他的最爱，但现在一口下去，好像没有再吃的欲望了，似乎有些寡淡，没有以往的冲动了。”没有啊，不一直是这个味吗？挺好吃的呀。旁边的人闻言也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尝了尝，还是原来的味道。不能吧？感觉没以前那么好吃了。王振又尝了一口，确实没以前那种喜欢的感觉了。这东西真是美食。王少，你是不是口味变了？可能是几个月没吃，一时间不习惯。没事，再尝尝其他菜。这么一大桌呢，都是你爱吃的。旁边的人也没有太过在意，他们这种一趟要跑好几个月，还都要去很远的地方的人，口味变动属于是常见的事。或许吧。王振点点头，可惜又尝了几口其他的菜，终究是无奈的放下了筷子。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泰丰楼的菜式又腥又柴，关键还寡淡无味，简直难以下咽。要说那盘宫保鸡丁是各种味道在舌尖上跳舞，那面前的这些菜就是在水里过了一遍，直接就上桌了，无味，和果腹的干粮相比也差不多了。想他堂堂威远镖局少东家，以前是怎么吃得下这些糟糠的？王少，这是怎么了？没胃口吗？是不是病了？要不找大夫来看看？手底下的镖师关切地问道。王振可是他们威远镖局未来的希望，那可千万不能有事啊！想他们威远镖局业务横贯大前王朝南北27省，就连朝廷有时候都需要他们帮忙押运东西。对于他们这种大产业而言，一个能挑得起大梁的接班人是尤为重要的。王振文虽然不强，但武力值在年轻一辈中却是上等的存在，再沉淀个几年，镖局的生意就能担起来了。这种时候，他的身体可比啥都重要。不用，就是回京路上吃了道极美味的菜，跟那道菜比起来，这些就跟猪食一样，实在是难以下咽呢。你看这鸡肉柴的，我吃的那鸡肉嫩滑多汁，拌上一层酱，晶莹剔透，简直绝了！再说这味道，别提了，就2字寡淡，哪像那道菜，一口下去，数十种味道在口中迸发，却又层次分明，简直想想都让人直流口水。王振回想起昨晚那顿饭，口水就不自觉地从嘴角流了出来。有那么好吃吗？这说的也太玄乎了。要这么说，那岂不是神仙吃的菜了？手底下的人自然是不信的，他们都是镖局跑镖的镖师，大江南北的也走了有些年头了，可以说各地的知名馆子他们都有所涉猎。但该说不说的，转了一圈回来还得是这京城的8大酒楼，其他地方不能说是不好吃吧，但最多和京城这8大酒楼齐名的地步，怎么可能有人做菜能把这8大酒楼的菜比得一文不值呢？恐怕就连宫里御膳房的大厨也不敢夸下这个海口吧。正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可以说御膳房的御厨就代表了这个王朝厨艺的顶点，只有御膳房没收的或者是退休的才有可能被其他人抢走。京城8大楼每一个酒楼都有几个御膳房出来的老古董坐镇，自然不是其他酒楼可以碰瓷的，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地方有地方的特色，有那么1、2道拿手菜也是可能的，但能让他们少东家茶饭不思的，那就有点离谱了，至少他们是不信的。哎呀，真就是神仙吃的菜，我这一辈子都没吃到过层次那么丰富的菜肴。王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那种美味不是他能形容的。那王少是在哪儿吃的？手底下一个镖师比较激烈，知名的酒楼就那么些，大家基本上都去过，说出来大家评价不就知道了。说来不远，就在离京城不到1天路程的客货镇那边有一家，怎么说呢，反正看上去历史挺悠久的酒楼，里面那道叫宫保鸡丁的菜简直神了。我昨晚路过那里，张口就吃了11盘，只可惜那该死的老板今天到中午了都没开门，害得我是饿着肚子回来的。想到这，王振就忍不住的怨毒了起来。不能啊，客货镇我也路过几次，压根儿就没什么酒楼。有镖师发出了疑惑。是啊，客货镇那地方我常年走动，最早的一家酒楼也是7、8年前了，现在那地方啊萧条得很呐，听说还闹鬼呢。有个常年走那条线的镖师也开口附和道：晚上开门，白天关店。王少，你不会是遇上鬼了吧？要不我们去庙里拜拜，驱邪吧。有胆小的镖师瑟缩着脑袋说道：丫的，本镖师血气方刚，一身正气鬼来了都得绕着走。
怎么可能遇着鬼？再说，就算遇鬼，也得是想吸阳气的女鬼啊！整个卖菜的菜鬼算什么？说是这么说，但王震心里还是有些打鼓。该不会真是遇上什么鬼店了吧？要不改日去庙里拜拜。绝对是遇上鬼了，我就不信有什么菜能让王少念念不忘的。菜好吃是有可能的，但能好吃的让人吃不下其他菜，绝对有问题，有鬼，绝对有鬼。一个镖师斩钉截铁地说道：“就是说，让人茶饭不思、吃不下饭的，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王少，你绝对是遇上鬼了。”另一个镖师也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能吧？那菜确实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老板看着也不像坏人，而且那大白米饭吃着也香。”也比其他地方的饭要好吃。王震有些愣愣地给于志辩解：饭好吃，饭再好吃，能好吃到哪里去？绝对是遇上鬼遮眼了。王少，我家舅姥姥就会驱鬼，明天我就让她上门看看。一个镖师热情地说道：“不是，我真没见鬼，真的，那店绝对是真的，那菜也是真的，是真的好吃。”王震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王少，真不怪我们不信你啊，实在你说的太邪乎了，又是晚上，又是好吃百倍，又是白天不开门，这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店？我看还是赶紧找道士驱驱邪气吧。其他人纷纷表示不信。嘿，我这暴脾气，我说你们怎么就不信呢？那真是神仙美味。算了算了，你们没吃过，跟你们说不明白。王震也是气急了，这些人怎么就不信他呢？王少，也不能怪兄弟们，实在是没吃过，你让我们怎么相信？这样，反正那地方离京城也不远，既然王少想吃，大家快马过去，也就几个时辰的事，干脆明天王少就带我们几个没事的弟兄过去长长见识，也不用争是真是假了，届时一试便知。一个年纪稍大的镖师出来打圆场：吕叔不愧是行走几十年的老镖师，就是有经验。好，就这么办。不过那地方不能住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店。这样，明天我们晚点出发，早点回来。王震也是精神一振，他现在就想吃上一口纯正的宫保鸡丁，距离什么的完全无所谓了。人生在世，不就为了那么一口吃的吗？酒楼送走小琴后，于志就迫不及待地躺床上，拿出了手机给发小发去了消息。外卖小鱼约，药店小李不约，有事说事，别想诓我去你家吃预制菜。外卖小鱼不吃就不吃，你不吃有的是人吃。我就是想问问你野生的药材收不收？药店小李野生的收啊，怎么不收？什么药材？外卖小鱼不好说，我也不是学医的，明天你自己过来看吧。对了，下午再来。药店小李放心吧，早上我也起不来。外卖小鱼产，药店小李产。一夜无眠，第二天下午，于志才将将起床，打着哈欠开门，小琴早已经候在了门外，身后依旧背着个大箩筐，地上还放了俩，里面除了昨天见着的黄金，还有其他不认识的药材，反正是满满几大箩筐。掌柜的，这是我今天一大早跟各家搜罗来的，您看看怎么样？昨晚回去实在太晚，小琴自然是没时间和村子里的小伙伴打招呼的。不过不打紧，乡下人家里本来也备着些草药，今天一大早借着挨家挨户通知采药的事的时候，顺带就搜罗了一波，整整3大筐，想来也能卖出点钱了。不错不错，那给你算1钱银子。于志对钱没啥太大的概念，但他身上就15个铜板，1钱银子，还有10两银子，15个铜子肯定不合适，10两银子也不合适，那剩下的就1钱银子了。反正1钱银子也就50-60块钱，收购那么多野生药材绝对不亏的。这里头有不少可是干货，比昨天的鲜货还要值钱，毕竟水分晒干以后质量就不一样了。1钱，这是不是太多了？小琴有些结巴，1钱就是100文，搁之前去药店卖，这些能卖个50-60文就不错了。就这，药铺老板还天天挑3拣4呢，不多，就1钱银子吧。于志随手将前几天收来的1钱银子抛给了小琴。叮叮，手机提示音响起，药店小李门，看来人事已经到门口了。于志干脆消息都懒得回了，抬起药篓就往厨房走。小琴要帮忙，直接被拒绝了，不用，厨房重地，外人不得进入。昨天打扫的时候，于志已经让他看过原始版本的古厨房了，但现代化的厨房是万万不能让他进的，所以干脆就不让他进厨房了，省得惹麻烦。好，那老板，我去干活了。小琴倒也听话，酒楼有酒楼的规矩，古代防偷师防的挺严的，无论是做饭的厨子，还是做木工活的木匠，亦或者是学医的师傅，那都是防着徒弟的，很多东西看都不能看，尤其厨艺这东西，有时候看着看着就会了，所以于志不让人进厨房也是合情合理的，倒不会惹人注意。去吧去吧，于志摆摆手，拎着药篓子穿过厨房，就去了现代的外卖小店。哗啦啦啦，随着卷帘门的掀开，露出了门外一道纤细的人影。门外之人身材高挑，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面容俊逸，一副老学究的模样。此人正是于志的发小，家里开中医馆的小李同仁。据说他家祖上和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还有些关系，也算是师出名门，祖传中医世家了。至于真的假的，就无人考究了。反正这年头不打点名头出来，压根没人敢找中医看病。你这昨晚和我一起睡的，咋起那么晚？快让我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还不待于志把玻璃门完全打开，李同仁直接从门缝里挤了进来，直接一头就扎进了药篓筐子里。哟，5年份的黄金，还有10年份的野生的，绝对是野生的好东西啊！天葵子
这东西好啊，外面卖上百块1公斤。还有这雪上一只烤，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啊！铁皮石斛，野生程度99成，稀罕物啊，市面上3到5万1公斤。不是这么些个好东西，你都是哪儿来的？李同人是越看两眼越放光。这些东西虽然每样单拎出来都不多，但胜在稀罕啊。这年头想要找野生的，除非去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了，不然到处都是机械化的今天，可搞不到什么野生药材了，全是人工种植的。正所谓1年药材3年不收，种植药材对土地的肥力要求太高了，人工种植的土地药力根本供应不上，这才导致了很多古方像假的一样。实际上不是方子不行，实在是买了假药，药都是假的，自然就没效果了。乡下亲戚送来的，托我找门路给卖出去，怎么样，收不收？于志也是有些惊讶，本以为小秦能整点普通药材就不错了，哪曾想连上万块钱的药材都搞出来了，这小子可以啊！收，当然收，怎么不收？别说，我家刚好就差这些个药。不过说实话，这东西除了我这儿，也没人敢收了。以后要再有野生的，甭管什么药，先收着，别让人知道。有些药市面上不能卖，不过我家上头有关系，能搞定，不用担心。至于你这堆嘛，我先回去称，晚点赚你雄信。放心，光这铁皮石斛就值几万块了，你这些最少也能卖个7、8万。走了。背着药篓，李同人直接一溜烟小跑走了，徒留身后的于志无力的呼喊：“喂，把药篓子留下！”可惜人跑远了，听不到了。哎，也罢，左右不过是几个竹筐子，拿走就拿走吧。摇了摇头，再次关上卷帘门。于志直接从厨房去了古代。开玩笑，短1天时间就赚了10几万，哪边更有前途，简直一目了然了。古代酒楼这边，小秦还在兢兢业业地擦着地板，于志却是越看越不好意思了。他刚到那些药材起码值个10两银子，可自己就给了1钱银子，这钱赚的有点丧良心啊。虽说小秦自己去卖绝对卖不出这个价，但于志的良心还是有点过意不去的。那什么，于志张了张口，不知道该怎么说。老板有事？小秦奇怪地抬起头，没什么，就是你那药篓子我也收了，这15个铜板给你了。于志也没啥钱，剩下的散钱就那么几个铜子了，干脆全给出去了。不，这我不能收，几个竹篓子的事压根不值钱，我有的是，你要就拿去好了，根本不值钱的。老板，你已经对我够好的了，又是高价收我的药，又是给我吃大白米饭，做人不能不知足的，我已经很满足了。小秦低着脑袋，眼角湿润润的。以前他1个月也挣不了1钱银子，直到遇上于志，短2天就赚了2钱银子，这份恩情他是永远也不会忘的。你一大早过来还没吃饭吧？见小秦不收，于志也没有勉强，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其实和小秦关系不大，靠的是他的人脉和古今穿越的外挂。要是强制给小秦塞钱，未必是件好事。生米恩斗米仇的典故他还是知道的，既然不能给钱，那倒是可以从其他方面多照顾照顾。没，我不饿。不是，我真的不饿。小秦一大早就上山采药了，中午又匆匆忙忙往这边赶，根本没来得及吃饭，怎么可能不饿呢？只是于志不提，他也不好意思要饭吃，毕竟在他的印象里，那饭可是老贵了。昨天还有个大小姐花了10两银子吃那么一顿呢，想想昨天他吃的那顿，那就是10两银子，要是不吃，是不是就能换个10两了？不过这也就是想想罢了，昨天明显是情况特殊，这点他还是看得出来的。但是那菜那饭是真好吃啊，饿了就说嘛，我家别的东西没有，就是吃的多，等着我给你去拿饭，今天给你加2个菜。于志说的就朝着厨房走去，打开冰箱，他没有第一时间下手，既然要加菜，肯定要挑挑看的。宫保鸡丁的数量自然是最多的，剩下的销量第2位的就是鱼香肉丝。不过这道菜有点辣，于志问过，那个朝代还没有辣椒，直接吃那边的人8成不大适应，说不定还会拉肚子。至于别放辣椒，不好意思，这是预制菜，口味都是调好的，无论是少盐还是不吃辣椒、不吃蒜、不吃香菜、不吃葱，不好意思，统统出门左拐。他家菜就这个味，爱吃不吃，所以鱼香肉丝还是缓缓吧。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于志挑了又挑，总算是挑出了2道满意的菜，糖醋里脊还有回锅肉，都是市面上卖的响当当的外卖招牌菜，也是库存最多的那一类。撕开包装，拿了3盘，依旧是那熟悉的流程，剪开装盘加热，3分半钟后，叮叮叮，3声微波炉的提示音同时响起，也意味着3道预制菜新鲜出炉了。端着餐盘，于志稳稳地走了出去。大堂里，小秦依旧干着活，手中的动作却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像极了中午快下班时间点了外卖的打工人，那心思都在吃的上了，哪还有心思工作啊？好在于志家的菜是一如既往的快，3分半钟后，几道浓郁的香气就从厨房里一同飘了出来，一股是熟悉的宫保鸡丁，另外2道菜小秦就不知道了，只感觉其中1道有点酸，但毋庸置疑，绝对是好吃的。很快，小秦也看到了3道菜的庐山真面目。宫保鸡丁就不说了，糖醋里脊的色泽红亮油润，宛如鲜品，它的表面被一层晶莹剔透的糖醋汁所包裹，在自然光的映照下，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都不用凑近，酸酸甜甜的香气就直往鼻腔里头钻，让人不由口齿生津，垂涎欲滴。再看那回锅肉，选自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片成薄片，经过高温铁锅的煸炒后，肥肉的油脂被煸了出来，肉也变得卷曲起来，瘦肉的边缘更是微微焦黄，仿佛在诉说着它的美味。每一片肉都被自身的油脂浸润的油汪汪的，肥油浅浅的勾在肉上，闪烁着诱人的
光泽，只一眼就让人食欲大开。尤其是在这种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有可是金贵物，像回锅肉这种一看就油汪汪的菜，那是过年都只能看2眼的存在，只能看2眼，再多就不给看了。至于吃，那就更是想都甭想了。眼瞅着这么一盘菜就放在眼前，乡下人哪经得起这般的诱惑？拿这个考验百姓，哪个百姓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掌柜的账！小琴激动的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了。昨天光是宫保鸡丁一道菜就让他回味无穷了，今天掌柜的直接给他上了3道菜，感动的他真想给老天爷磕上300个响头。老天真是开眼呐，让穷了一辈子的他居然遇上了掌柜这么个大善人。吃吧吃吧，快吃吧，菜凉了就不好吃了，菜凉了就变回冷冻菜包了，那感觉怪怪的。所以于志一向都会催促客人快点吃，不然总感觉会有股冷冻味。再说了，不过是3个总共价值15元的冷冻预制菜包而已，真没必要那么激动。好吃，好吃，太美味了！美食当前，小琴也是把持不住的夹起菜大块朵颐了起来。这个好吃，那个也好吃，酸甜口的糖醋里脊对他这种半大不大的小孩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像糖啊醋啊这种高档调味品，他这辈子哪里能尝过？第一次简直是冲破了他所有的想象，美味，实在是太美味了。那回锅肉就更是了，满满的油脂搭配上一口白花花的大米饭，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啊！哒哒哒！正当小琴沉浸在美食的美味中时，门口响起了哒哒哒的马蹄声，而且听声音绝不止1匹，由远及近的朝着这边奔来。很快，马的主人就露出了真容。于志朝门外定睛一看，哟，这不是昨天刚走的王震吗？怎么那么快又回来了？就是这，怎么样？我就说不是鬼店吧。王震看到大白天还开着的店，内心总算是松了口气。还好，不是错觉，还真有这家店啊！身后跟着的几匹马的主人也是有些愣着，本以为是自家公子出门议政了，现在看来似乎不是那么回事。但这店里真有公子说的神仙吃的东西吗？这似乎不太可能吧？几人持着怀疑的态度下了马，左右看看，怎么看这都是一家老破小，怎么也和好吃沾不上边。哟，香，好香啊！只是和上次的味道好像不太一样。王震一马当先，自然是第一个闻到菜香的。不顾众人吃惊的目光，他直接冲进了大堂，来到了小琴的面前，正好看到了那3盘吃了一半的菜。这是什么？王震手指着面前的3盘菜，有些哆嗦。上次来他可没看到那么多好吃的，就吃了个宫保鸡丁。一想到自己错过了那么2道美食，他就气得直打哆嗦，想找老板理论理论。哦，那2道一个是糖醋里脊，还有一个是回锅肉。于志看了看，随口报了菜名。王震虽然挺够意思的，但他付的是现金，对他而言，没有小琴给他带来的直接收益大，就一普通食客罢了。我的意思是，你家既然有这样的好菜，为什么上次没给我上？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觉得我拿不出钱？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当时天色太晚，厨房没准备材料。王震一边生气一边给于志找台阶下。不是，当时我和你提了，你自己说不要的。可惜于志并不领情，当时他可是提过的，这锅他可不背。提过？有吗？王震有些尴尬，貌似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当时他想着这种乡野小店能有那么1道拿手菜就不错了，其他的菜他根本看不上。哪曾想其他的菜居然也是这般的美味。他现在恨不得穿越回那个时候，狠狠的给自己几个大耳刮子。人家老板推荐啥就上啥呗，又不差那几个子，甩脸子给谁看呢？到最后吃亏的还不是自己。有的，当时你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我给你介绍。于志诚恳又认真的点点头，打算还原一下当初的情景。停，打住！还有什么菜？掌柜的你就一口气说了吧，我全要了。王震连忙打断施法，没了，今天就准备了这3个菜，好东西要慢慢放，不能一口气全出来，不然就没吸引力了。更何况他还要清一下库存。王震这人他了解，绝对是个清库存的好手，所以菜要一点点放才行。万一他吃多了，发现哪个菜特别合他口味，其他菜不吃了咋办？想想冰箱里那几万包冷冻预制菜，还是慢慢来吧，能清多少就多少。那就这3个菜，给我每样来10份。王震大手一挥，果不其然的开始了清库存之路。且慢，于志没有马上转身去厨房。还有什么事？王震有些不耐，他急着吃饭呢。那啥，菜价涨了。于志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早该涨了，涨了多少？王震丝毫没有奇怪，那么好吃的菜换他也得涨价，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涨得太离谱。要是太离谱，那他咬咬牙也得吃，大不了少吃几顿。每道菜50。于志想了想，将价格翻了5倍。这个价差不多，能赚点，一般人也不至于吃不起。毕竟库存不能只指望那几个有钱人清。50两一道菜，老板你也太黑心了。那先给我们每样来2盘吧。王震有些心疼的摸了摸钱袋子，300两银子，他一趟镖有时候也就挣那么多。不是，王少，你疯了？那可是50两一道菜啊！就算是御膳房的总管，一道菜也未必值50两啊！这特么就是个黑店。走，我们走。后面几人本来还饶有兴趣的站在一旁，现在听说50两一道菜，瞬间就站不住了。这是吃饭还是吃银子呢？倒不是说他们那么大一个镖局吃不起这个价，关键也得看值不值啊。菜香是香，可味道香的菜多了去了，有几道菜能值50两银子的，哪怕是泰丰楼的几道招牌菜，也是因为菜的原材料难得才勉强把价格抬上去的。可面前这3道菜用的什么原材料？猪肉、鸡肉，还有不知道什么的蔬菜，怎么看也和昂贵的原材料扯不上边。这种菜敢卖50两，不把这黑店砸了都算是他们脾气好的。别，这里的菜真的很好吃，尝尝，你们尝尝就知道了。这顿算我的。
我请。王震可是尝过菜的人，自然知道这里的菜有多好吃。泰丰楼那几道招牌菜他全尝过，只能说也就材料贵了点，跟这里的菜比起来，简直一天上一个地下。同样是花50两，他宁可花在这里，只是可惜了，这个价格他没法像前天一样大快朵颐了。当初便宜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多吃点呢？简直该死！现在的王震后悔的忍不住就想给自己几个大嘴巴子。曾经有一份10个童子的宫保鸡丁放在他的面前，但他没有珍惜，等到菜涨价了以后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他一定会对老板3个字：加份菜。如果要给这个份数加上一个数字，他希望是1万份。王少，这不是谁请客的事，是这菜配不上50两银子。几块鸡肉，几片猪肉，敢买50两银子，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店。吕姓镖师走南闯北那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就算是500两银子的一道菜，他也吃过。不过当时是他送镖途中误闯了一家黑店，被刀抵在脖子上付的钱，这是他一生的耻辱。也正因此，他对黑店格外的敏感。就这菜价，这不纯黑店吗？是啊，这种黑店不砸了，他都算好了的。其他人跟着附和，到底吃不吃？不吃就出去。于志本来想解释一下是50文，不是50两的，但听到这些人居然还想砸店，瞬间就不乐意说了。赚他们几个辛苦钱，还敢甩脸子，欠他们的。反正餐饮感觉也不咋赚钱，要不是冷冻预制菜包太多没卖完，他都打算改行了。开个医馆他不香吗？这边收药材，那边转手进一批板蓝根、布洛芬，再来点抗生素，妥妥2头赚钱啊！说不定还能在古代混个神医当当呢。吃，我是少东家，还是你们是少东家？都给我坐下，有什么话吃完再说。老板，就照我刚才说的上菜。王震是真怕吃不上饭，直接拿出了少东家的威严。于志的韧性他是体验过的，一家酒楼早上不做生意就罢了，中午居然也不做生意，这是正常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吗？不过不得不说，他确实有这个韧性的资本。那菜太他妈好吃了，要不是因为这菜，他也不至于跑个100-200里地就为了吃上那么一口。到底以后还得在少东家手底下办事，其他镖师就算再不满意，也只得坐了下来。于志见状也不废话，直接去了后厨。王震也带人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镖局业务繁忙，有空的镖师也不多，除了老资历的吕琦，他这次就带了2个人，一个姓陈，一个姓邓，也属于是镖局的老人了。所以即便再不满意，少东家发话了也不会驳斥。王少，就这说话的功夫，小秦已经把饭和菜都给扒拉完了。享受完美食，他这才有空过来和王震打声招呼。说到底，王震也是他的贵人，要不是他，他也遇不上于志那么好心的老板。哟，你不是昨天那小子吗？这地方那么贵，你居然吃得起这里的饭？王震有些震惊，所以他昨天到底雇了个什么人啊？不是，老板请的，我帮忙采药，老板管饭。小秦连连摆手，什么药那么难采，居然还管50两一道的菜？王震也是有些惊了，要不他改行算了。就普通的草药，是老板心善，看我可怜，少我口饭吃。小秦连连摇头，就他还心善呢，50两一道菜，这心怕是比墨水缸里捞出来的还要黑吧？陈镖师到底年轻，听不下去了。其实也没那么贵啦，昨天还有个小姐，一道菜才花了10两银子呢。其实老板人很好说话的，待会语气和气点说不定能打折的。小秦有些弱弱的说道。噗，几人齐齐喷水。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什么叫才10两银子？10两都够进泰丰楼吃一顿的了。这小镇的人都那么不把钱当钱的吗？香，好香。几人说话的功夫，后厨的微波炉大厨已经完工了，6盘菜带着浓浓的香气被端了过来，这倒是让几位镖师有些诧异了。该说不说的，别看菜卖的贵，这上菜的速度是一点不含糊啊。光这点泰丰楼确实比不上，那边上菜老慢了，一般都得提前预定，不然等半天。2盘宫保鸡丁，2盘回锅肉，2盘糖醋里脊，再送你们1盆饭，你们的菜齐了。于志面无表情的把菜端上了桌，开吃。早已经迫不及待的王震随手抄起一边筷子笼里的筷子就大快朵颐了起来，只一口就让他泪流满面。就是这个味，让他心心念念了一整天的味道，那种让菜在舌尖上跳舞的感觉，终于又回来了。其他人则是不以为然，这菜香是香，但也没有必要这样吧。尤其是吕琦，从小看着王震长大，自然不会和他抢心爱的菜，更何况还是50两一道的金贵菜。他这一生走南闯北，什么菜没吃过？更何况到了他这个年纪，味蕾已经开始退化，吃什么都不香了。于是他干脆掏出酒壶开始抿起了酒。陈镖师则是打心眼里没看得起这家店，干脆学着吕琦也拿出了酒壶。倒是邓镖师为人比较谦和，不争不抢，也不红脸，有吃的他就吃。所以事继王震之后，第2个开始动筷子的。当然50两一道的菜他没好意思动，便从旁边的饭盆里舀了一碗饭。菜不好意思吃，免费的饭尝尝也无妨。之前就听少东家说了，这里的饭比泰丰楼的要好吃数倍。吃之前他还不以为意，可一口饭下肚，浓郁的肉香带着丝丝的甜味，直接裹满了他的口腔。天哪，这真的是大白米饭吗？怎么感觉和他之前吃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这味道。邓镖师瞳孔放大，只感觉光是让他吃这白饭，他都能吃完这一大盆。这饭都那么好吃了，那菜带着一丝丝的期待，邓镖师小心翼翼地朝着回锅肉伸出了罪恶的毒手。一块回锅肉入口，油脂的香味混合着数种难以名状的味道，直接将其送上了云端。美味，人间美味。这一刻，他终于是明白了王震的想法。这样的菜，别说50两，就算100两他也要吃啊。不过这刚端上桌的菜，怎么眨眼就剩一半了？抬眼望去，王震已经开启了狂暴模式，筷子在饭桌上纷飞，眨眼的功夫，桌子上的菜又少了1/8。这下邓镖师再也顾不得矜持了，一招凤凰3点头，朝着面前的盘子击出，彻底疯狂。就这样，你争我抢，短短2分钟的时间，桌子上的6道菜就在陈镖师和吕琦的目瞪口呆下消失了。
王少说好的这顿是请我们吃饭，这盘子我4你2。两人吃完菜油不过瘾，看着油汪汪的盘子，两人不约而同的抢夺了起来。胡说，明明说好是陪我来看看的，而且钱都是我出的，应该是我4你2才对。开玩笑，王震怎么可能把盘子让出去？那汤汁一看就知道拿来拌饭是一绝。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大家各凭本事吧。结！邓彪师发出邪恶的笑容，伸手先抢了一个。哼，那就休怪我不讲情面了。王震也不甘示弱，直接一脚将邓彪师的凳子踹飞，抢占了先机，总算是有惊无险的抢下了4个盘子。陈彪师到底还是年轻，有些沉不住气的指着两人，惊讶的都说不出话来了。老板，给我上盘菜，就糖醋里脊吧。吕琦是个实干派，现在他也不由得对这菜的味道好奇了起来。只可惜现在面前的盘子都被舔干净了，就算他想尝尝味道也不行了，不得已只能再叫了一盘菜。同样是3分半时间过后，水灵灵的糖醋里脊就被端上了桌。瞅着王震和邓彪师虎视眈眈的模样，吕琦干脆端在了手上，都没敢放桌子上，不然他保证自己就只能吃上一口。他不知道的是，很快他就会庆幸自己的这个决定，因为一口过后，他就被这道糖醋里脊彻底折服了。酸酸甜甜的口感，就连他这个走南闯北一辈子的人也没尝过。一道菜里面居然可以有2种如此互相融洽的味道，酸酸的醋开味还能缓解糖带来的甜腻感。同样，糖分的存在也大幅度的缓解了醋原本尖锐的刺激感，两者结合，天作之合。瞬间，吕琦就被这美味给折服了进去。3下5除2的一道糖醋里脊在他手里居然没能撑过1分钟。看着盘子里剩下的糖醋汁，他狠了狠心，又喊来了一碗饭。脸皮算什么？他这一大把年纪也不怕丢人了。就着饭，他直接开启了光盘行动。眨眼的功夫，桌子上又多了个光盘，那模样比其他两人舔的可干净的多了。舔完盘的吕琦还意犹未尽的又看了桌子上的盘子一眼，似乎是还想再舔一遍。不过他刚刚已经舔了3遍了，确实没味道了，不然他也不会舍得放下盘子，只能说有些惋惜吧。不是，吕叔怎么你也这样？陈彪师是彻底看不明白了，原本跟自己同一个阵营的两人，怎么突然就叛变了？小陈啊，我现在觉得吧，王少不愧是我们未来的大当家，这眼力没说的。吕琦没有解释，倒是夸起了王震。没错，王少这眼光确实没说的，这样的神仙菜馆都能被发掘出来，以后我们威远镖局绝对能稳坐第1把交椅。邓彪师也附和道：过誉了，我也是一不小心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只能说还是老板厨艺好，只是可惜了，不能天天吃。王震谦虚的压了压手，表情一脸的沉痛。这样的美味，一天不吃他都难受啊！老板，给我也上一份这个回锅肉。陈彪师终于是忍不住了，也顾不得钱不钱的事了。他现在就想知道一件事：这家店的菜到底有多好吃？同样是3分半钟后，喷香的回锅肉被端了上来。不过他就没吕琦这个老镖师的江湖深了，居然直接让盘子落到了桌子上。他小心翼翼的伸出筷子，夹起了一片回锅肉，油汪汪的，确实让人很有食欲。肉入口中，一股浓郁的香味瞬间在他的舌尖弥漫开来。肥瘦相间的回锅肉，入口焦脆，肉质鲜嫩多汁，口感醇厚，每一口的咀嚼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让他不禁陶醉其中。这种美味是如此的独特，直接刷新了他对美食的世界观。这真的是他们这等凡夫俗子能够品尝到的食物吗？不，这已经不能叫吃饭了，只能叫做享受。只是等他慢悠悠的享受完一片回锅肉，再睁眼，却发现自己刚点的回锅肉已经全然消失了，只剩下一只光溜溜的盘子。好家伙，当真是好家伙！这群饿死鬼投胎的居然连一口汤汁也没留给他。你们谁动了我的回锅肉？陈彪师郁闷的吼道。桌子上的3人眼观鼻鼻关心，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从他们额头上的汗可以看出，刚刚绝对是经过了一系列激烈的争夺战的。老板，结账都算我的。最后终究是王震坐不住了，喊来了老板结账。谁让他是这群人未来的老大呢？不是当表示不好收买人心啊！一共8盘菜，饭算送的，盛会400文，于志都不用多算盘，张口就来。400文不是50两一道菜吗？王震都惊了，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什么50两、50文？你当我这是黑店啊？于志头顶冒出了数道黑线，他再黑心也没黑心到把价格翻5万倍的程度，而且这可是工业流水线出来的预制菜，但凡他有点良心，也不至于一点良心也没有。刚刚不是说50两吗？靠，我还以为涨多少呢，才50文一道菜，加菜每道菜再给我加10份。王震说着说着，这才意识到，似乎从头到尾人家老板就说了个50，压根没说50两的事，纯是自己嘴抽了。王少不厚道啊，就是说都怪你，让我们误会了老板，这哪里是黑店呢？纯是做慈善的。就是这价格的菜品，老板真是大善人呐。几个镖师将刀斧直接指向了王震身上，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变。虽说50文一道菜也不便宜，但经历过50两的大起大落之后，50文又算得了什么？最重要的是，这菜确实不错，物超所值。行，都是我错了，我赔礼道歉。这是50两银子，算是我今天的菜钱，多了不用退，少了找我补。王震本就是大气之人，赔礼自然也不可能小气。他家镖局有时候一趟镖都能挣个千800万的，50两一道的菜都吃得起，自然也不会在意这点小钱。好嘞，菜马上就来。有钱能使鬼推磨，50两银子砸过来，于志自然不能慢待了这样的大客户。钱那可都是钱呐。酒足饭饱，傍晚的时候，王震便带着手底下的几个人原路返回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于志的酒楼就显得古井无波了。除了王震时不时的带人来楼里搓上一顿，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生意的。就算偶尔有几个路过的商队，一听说要50文一道菜，瞬间就会将踏进门槛的一只脚给缩回去。
然后头也不回的转身就走，都不带一丝丝的犹豫。好在如今的于志也看不上这些散客，有了千金小姐和王震的支持，短短几天时间他就挣了20几万，小店1年的 KPI 都干出来了，还要啥自行车？甚至他都想过，要是2年后冰箱里的冻货吃不完，干脆全部转手给王震好了，让他付个1800两金子，他下半辈子直接躺被窝里玩手机算了。当然，也就是想想，真到了那时候再说吧。除了美食业务，草药方面却是陷入了一点僵局。野生草药到底需要一个生长的周期，除了刚开始几次大丰收赚了10几万，后面的药材就越来越少了。没办法，好采的已经采完了，剩下的要不就是不好采，要不就是要走很远的路，基本上好几天才能收上一筐卖钱。不过这也正合于志的心意，要是天天有那么多草药，反倒是不正常了。野生药材的来路都有点不好解释了。于志虽然不太在意，但小晴却是把这事放在了心上。这几天告了假，似乎是要去其他几个村子走走亲戚，大概是打算召集更多的人帮忙采药吧。对于这事，于志倒也没拦着。发小李同人家里可不是只开了一间小小的中医馆，而是遍布全国的几百间药店，野生药材的缺口可大着呢，多少都吃得下，可谓是来者不拒。小晴这边也是拉人自己能捞着钱，于志自己就更别说了，中间商赚差价赚得最狠的一次，这种3赢的好事，他为啥要拦着？不对，不只是3赢，帮忙采药的小孩能赚钱，用了真药材的病人能治好病，可以说5赢6赢7 8赢都可以。虽不是药神，却是功德无量。于志这边的生活安逸，有些人的生活却是不那么如意了。薛府哐当，那是花瓶落地的声音，碎裂的瓷片在薛新月大小姐的房间里散开，惹得这位泥菩萨般的大小姐眉头都不由得挑了挑，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算算这个月，这已经是第3个摔碎的花瓶了。最近这几天，她的丫鬟小春也不知道怎么了，跟着了魔似的，梳头梳不好，洗澡水的温度加不好，就连端茶倒水，不是水满了，就是茶洒了，总之是哪哪都不对劲。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小春回过神，扑腾一下就跪倒在了地上。虽然她是小姐的贴身丫鬟，从小一起长大，但到底主仆有别，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小姐把花瓶打了就打了，不过是个物件罢了。可他们做下人的本来就是主人的物件，和花瓶是平级的。这么一来，下场是什么，就全看主子的心情了。嗨，起来吧，小春，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小春是家生子，3代中仆，一大家子都住在薛家，到底是从小长大的情分。薛新月对小春也不会太过苛责，但他也确实很好奇自家的丫鬟是怎么了，家里有变故，这个可以直接排除。小春家人都在薛家干得好好的呢，有啥事他肯定知道。既然不是家事，那想必是想男人了，这倒也可以理解。15、16岁正是春心萌动的年纪，看上了什么英年才俊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有些担心小春这丫头会被人骗，万一被骗财骗色不说，还被骗心就麻烦了。没有，哪能呢？我可是小姐的陪嫁丫鬟，小姐没出嫁。不对，就算小姐出嫁了也不可能。小春连连摇头，脸羞得通红。到底是小姑娘家的，一聊到男女之事就羞不好意思。不打紧的，你虽是我贴身丫鬟，但你我情同姐妹。你若真看上了什么英年才俊，我也会放了你的身契，让你和他双宿双飞。当然，前提是我要先见见、考察他的人品。薛新月掏心窝子的说道：“没有，小姐你别瞎猜了，我真没心上人。”小春越说，脸羞得越红，还说没有，脸都红成猴屁股了。让我猜猜，刘伯家的小儿子不太可能，你们这关系要有早有了。张家那小子也不对，长成那样你也看不上，那就是府外的。可最近我们也没怎么出门，该不会你看上那酒楼的老板了吧？薛新月一步步的推测，越推越是心惊。这些天他们唯一出门的一次就是去庙里烧香，那是个尼姑庵，一路上除了马夫，连个雄性都没见到过，唯一遇到的一个雄性就是那酒楼的老板了。想想年纪，看看样貌，还别说，除了毒舌了点，真有让人一眼着迷的资本，绝对是他没跑了。小姐，你这都扯哪去了？我怎么可能喜欢他那个黑心肝的？小春脸上的潮红全部褪去，只剩一脸的纠结。要说吃了菜之前，他可能会嫌弃这老板，但尝过他家的菜之后，他的想法就完全变了。这老板心虽然黑，但也不是纯黑，至少这菜确实值得上菜价。真不是？薛新月不信。真不是？小春果断道。那你这些天魂不守舍的，有啥事不能跟我说的？薛新月依旧不信，但还是顺着话问道：“其实也没啥，就是想出府一趟。”想请个假。小春有些纠结，这些天他辗转难眠，心里梦里心心念念的都是再去吃一次那家酒楼的菜。为了这，他茶饭不思，好几天都没睡好安稳觉了。睡不好觉自然是精力不济，也难怪做事时不时就掉链子。但该说不说，那菜是真好吃啊，吃了还想试。准了，去吧，我这也没事。再说还有其他丫鬟在呢，你去吧，放心大胆的去吧。薛新月爽快的答应了下来。当真？小春大喜过望，本以为出府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没想到小姐那么轻易的就答应了。这下好了，总算能吃上那心心念念的美味了。当然是真的，去吧，现在就去。薛新月点点头，爽快的把小春推出了门。小春兴高采烈的跑了出去。吴妈妈，跟着他小心点，别让他发现了。看看他去了什么地方，都见了什么人。
小春一走，薛新月的笑容瞬间消失。她倒要看看是哪个男人把她的小丫鬟魂都给勾走了。要是真心对她还好，若是个骗财骗色的，那就休怪她棒打鸳鸯了。没错，到现在她还是觉得小春是思春了。毕竟正常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人居然会为了想一道菜想得疯魔。薛府外，过年了，过年了！薛府外，小春掂着手里沉甸甸的钱袋子，开心的朝着酒楼的方向一蹦一跳。她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跟着的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现在的她满心满眼都只有对美食的渴望。这钱袋子里可是她这些年全部的积蓄，这次她非要在酒店里吃个痛快不可。只是来到店门外，她却有些犹豫了。上次她好像刚放过狠话，说再也不来了。这才过了多久，就这么进去，岂不是赤果果的打了自己的脸？到底是女孩子家的，脸皮薄了点。身后跟着的吴妈妈看到这一幕，却是更加确定了小姐的猜测。果然不出小姐意料，就是这个地方。门口的停留，在她眼里看来更像是小姑娘见情郎前的羞涩，还不好意思上了。哎，还整理头发，还往脸上涂脂抹粉。吴妈妈愈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想。要知道，这小丫头平时可从不打扮的，今天居然费那么大时间和精力在化妆上。要说不是为了见男人，谁信呢？前面的小春压根不知道身后跟着的吴妈妈内心戏居然如此丰富。若是知道，必然要大喊冤枉了。她往脸上抹粉，把头发披散，纯粹是不想被店老板认出来，不然也太尴尬了。将发型理了理，又将脸上铺满了香粉，取出镜子照了照，总算是和以往不太一样了。小春这才放心的收起镜子，缓步迈入酒楼的大门。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哎，你不就是上次那位马车里的小姐丫鬟吗？刚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了老板那熟悉又讨厌的声音。你是怎么认出我的？小春有些惊恐，她刚刚化的妆，自己看了都认不出自己，可现在居然被一眼识破。酒楼老板恐怖如斯，你衣服都没换，就算我想不认出来也难啊！不说这个，上次那菜，你家小姐应该没吃吧？相比起小春的惊恐，于志的内心才叫惊惧。这么多天不见，丫鬟居然找上了门，还变成了这副鬼样子，怕不是他家小姐吃了那预制菜得了病，现在过来找麻烦了？怎么办？要不把她拉去现代的医院洗胃？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姐没吃？听于志这么说，小春更加震惊了。此人莫非神机妙算，居然知道那天的菜被他一个人全吃了？我哪里知道？这不是在问你吗？还好还好，你家小姐没吃就好。我早说了我家的菜不卫生，既然你家小姐没吃，那你回来干嘛？听到没吃两个字，于志瞬间放下心来了。只要他家小姐没吃就好，没吃他家的菜，无论出了什么事也算不到他头上。你怎的这般小肚鸡肠？听到于志又提起不卫生的事，小春气的眼泪止不住的在眼眶里打转。不就是说了句不卫生吗？至于记到现在吗？我哪里小肚鸡肠了？于志郁闷，他可是很大度的。不就是上次说你家不卫生吗？我们梨也赔了，钱也给了，你怎么还揪着这事不放？小春一边说一边抹泪，脸上原本就画得一团糟的庄运凯，活像个女鬼似的。可我家的菜确实不卫生啊，吃了说不定会拉肚子。于志无语了，这年头说真话咋就没人信呢？你还说？小春是真急哭了。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你家小姐没事就行。既然她没事，你过来干嘛？小姑娘一哭，于志总感觉自己像个怪叔叔似的。我想吃菜。小春有些弱弱的说道。吃菜不行。一听要吃菜，于志果断拒绝。之前幸好没出事，要是这次卖给他出了问题，算谁的？为什么？小春没想到于志居然会拒绝的那么果断。我不说了吗？不卫生。这小姑娘咋就听不明白呢？于志有些郁闷。不卫生。你又说不卫生？上次那份菜全是我吃的。你家菜卫不卫生，我还能不知道吗？你就是小气，就是想报复我。老板，我错了，我给你跪下认错还不行吗？自打上次吃了你家的菜，我茶不思饭不晓的，就想再吃上一口你家的菜。这几天光想着这事，活都没干好。再这样下去，我就要被主家给赶出来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吧，给我吃一顿就一顿，不然我干啥都没心思。小春一边哭一边就要跪了下去。哎，别跪，我可受不起，而且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我家可是正经酒楼，你说这话，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菜里掺了什么东西。于志越听越邪乎，虽然他家菜里真有科技与狠活，但也仅此而已，绝对没有不该放的东西。什么叫茶饭不思？就那几个预制菜包，能有这魅力？那不是狗都不吃的玩意吗？他哪里会知道，这个朝代做菜压根就没有那么多的调味品，即便是京城的大酒楼，做菜也最多放点猪油，加点盐，就连加料酒、葱姜蒜去腥都是大部分人企及不到的秘密手段。猪要阉割后才更好吃，这种后来才发现的大秘密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烧熟了就能吃的古代，那一堆的调味品简直可以说是降维打击。这就好像是家里的狗，在没吃过人类的剩菜前，给它喂平淡无味的狗粮，它自然是能吃得下去的。可一旦吃过剩饭，吃过人类的美味，再让它回去吃狗粮，那是理都不带理的。为啥？没滋没味啊！你要是不骂我，我就不起来。小春梗着脖子，已经完全不要面子了。要什么面子？面子有吃的重要吗？好，给你吃，吃出毛病了别赖我。还有，我家菜价涨了，50文一道菜。嫌贵出门左转。于志也是无奈了，这叫个什么事？不贵，老板你做的菜最好吃了，那我要3盘，不7盘菜。小春忙不迭的起来，摆着手指道：7盘，你吃得完吗你？于志看了看小春的小身板，有些狐疑道：吃不完，我打包。小春连忙道：不行，不能打包，打包10两银子一份，就3盘，还要不要？于志这可全是冷冻菜，打包回去绝对凉了，那感觉怪怪的，有一种负冻的感觉。这些菜加工出来本就是急冻过，再加热已经破坏了急冻状态，要是等它凉了，细菌繁殖，哪怕再加热，味道不说，吃坏肚子的概率可是大大增加了。好，3盘就3盘，
我吃。有的吃就不错了。小春也不敢挑三拣四，大不了多求求小姐多放他出来几次，这地方离得不远，完全可以跑过来的。行，等着吧。于志回到厨房，又是熟悉的3分钟。叮，宫保鸡丁、糖醋里脊、回锅肉3道美味应声出炉。哇，太棒了，太美味了，谢谢老板。菜一上桌，小春就迫不及待的大快朵颐了起来，看得于志连连摇头。回锅肉太油，卡路里爆表；宫保鸡丁过了油，用的还是番茄沙司，这菜做的一点也不地道。糖醋里脊更不用说，芡勾的太厚了，影响脆口。就这3道菜也能称得上好吃，一看就不是真吃主。香，好香！一顿饭，小春足足花了半个时辰，这才心满意足的出了门。薛府，此时的吴妈妈早已经先一步跑回来汇报了。你可看得真切。薛新月一边把玩着手里的佛珠，一边问道：“我看得真的。”小春出了门就直奔那酒楼而去，手里头还拿着鼓鼓囊囊的钱袋子。临近门前，特地打扮了一炷香时间。哎呦，那粉是不要钱的，往脸上扑腾啊，头发更是理了又理。然后进了酒楼，一待就是半个多时辰。等再出来，整个人披头散发，钱袋子也明显的瘪了下去，脸上笑的那叫一个荡漾。我看呐，和小姐您猜测的一模一样，这小妮子8成是思春了。吴妈妈将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汇报了。确定不是去酒楼吃饭的？薛新月不放心的问道。哪能呢？哪有一个人吃饭吃半个多时辰的？谁家吃饭前还要打扮上一炷香时间的？再说小春也不是馋嘴的丫头，搁以往她可是最克制的，饭都不肯多吃一口。吴妈妈连连摇头。行，知道了，下去吧。对了，去把那老板调查调查，看看有什么背景，是真心的还是骗财的。要是骗钱的，呵呵。薛新月的眼中露出一丝凶光。遵命。吴妈妈退了下去。吴妈妈一走，恰好小春也回来了。小春呐，出门一趟，心情不错啊。薛新月仔细观察着小春的脸，这脸明显有擦洗过的痕迹，还有些粉粘在头发丝上，身上浓浓的脂粉味更是印证了刚刚吴妈妈的话，这小丫头是打扮过的，只是回来梳洗了一番，但她脸上的笑容是藏也藏不住的。嘿嘿嘿，小姐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犯错了，一定好好干活。小春没有正面回答，就嘿嘿傻笑。今天去干啥了？薛新月又问。吃饭，就上次那酒楼。小春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大堆，可薛新月哪里会信？吃个饭能那么高兴？吃个饭能吃那么久？吃个饭还要涂脂抹粉？鬼才信！还什么神仙菜品、人间美味，都是放屁！话那么多，明显是心虚的表现。此刻小春的解释就纯像是怕被家长发现早恋的托词，说的越多越心虚。不过薛新月也没有拆穿他，捉贼拿赃，捉奸拿双。等他拿到确凿的证据，看这小妮子还怎么狡辩。接下来的几天，小春时不时就请假出去搓一顿，薛新月自无不可。他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出手，而这个机会需要等。最重要的还需先调查。酒楼的生意照常做，于志的开门时间却是越来越不固定了，反正就那么1-2个熟客，开不开店倒也无所谓。除了小春隔3差5的会来一趟，剩下的就是王震时不时的过来请镖局里的镖师搓上一顿。要说起来，王震来的频率是最高的，只要没事就往这跑，也是辛苦了他屁股底下的马了。这天王震又来了，只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整整带了一个押镖团。老板，上菜，好吃好喝的都给我伺候上。一进门，王震就大声地嚷嚷道，那感觉仿佛跟回了家似的。哟，这么多人，你这是要出远门？于志瞅了眼几十号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别说，还真挺气派。队伍的中间有几辆马车，10数个箱子放在车上，沉甸甸的，一看就价值不菲。是啊，这趟出门要好几个月，又要有好长一段时间吃不上掌柜的你的手艺了。王震无比沮丧地说道。不过他也是分得轻重的人，吃的到底只是吃的，正事还是得挑起镖局的大梁。要没事过来吃吃喝喝也就罢了，有事还是要出镖的，不然偌大的家业不出几代就败光了。正事要紧，不过你这是要往哪去？于志点点头，随口问道。这次有批货要运往泉州，距离倒算不上太远，就是如今的南边有些乱，这一路上怕是不会太平了。王震摇了摇脑袋，表情不太喜悦。乱？于志不解，他一来就在这客货镇，也没出去过，对外面的情况一概不知。不过看客货镇的生活平平淡淡的，除了穷了点，倒也没什么，还以为外面也是一样。是啊，这些年朝廷虽然极力休养生息，但南边都是山山水水的，粮食种不起来。要不是有商人和朝廷北粮南调，怕是早就闹起灾来了。不过这些年北边不是大旱就是大涝，自己粮食都不够吃，自然供不上南边了。现在那边到处都是自立山头的贼寇，乱得很呢。王震有些感慨，对他们押镖的而言，这种情况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镖局的生意多了，坏事自然是危险系数大大增加。总之是各有各的难处。行吧，那你自己小心点吧。对于这种情况，于志也不知道说什么。他不是救世主，救不了天下人。就他们现代，还有些国家的人还吃不上饭呢。要不是当代出了个神农，恐怕他们那边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是无所谓的，就我的武功，不论遇上什么事，打不过，逃还是逃得掉的。我就是有些担心你，万一真乱起来，乱子蔓延到京城，你这就危险了。有没有考虑过去京城发展？就你这厨艺，绝对能在那边站稳脚跟。
王震早就想把于志拐回去了，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探探口风。没有，我哪也不去。开玩笑，他的后厨可不能跟着他移动。去京城有啥用？去了京城难道还能比他这里安全？真遇上闹事的，他直接躲回现代，把防盗门一关，谁也别想伤到他。没错，不是防盗门，是银行保险库级别的防盗门。这些天他没事的时候特地雇了师傅在厨房加装的，只要关上，炸弹都炸不开，安全的很。虽然几个安装师傅不知道为啥厨房要装防盗门，但拿钱办事，个人有个人的癖好，他们选择尊重，哪怕不尊重癖好，也得尊重钱不是。这门其实本来也不是为了防流民的，主要是防小偷，这样哪怕晚上酒楼进了贼，也没法跟着去现代，让于志晚上睡觉能安心不少。好吧，就知道你会那么说。那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一下，3年一次的春闱马上就要到了，大批学子已经开始准备进京了，你也该准备准备了。王震苦笑了一下，看来想要实现家门口的美食自由是做不到了。春闱那不是明年才开始吗？现在才3月份，还有整整1年时间呢。再说了，我又不科举，有啥好准备的？于志奇怪地问道。你这不是酒楼吗？客货镇这地方可以说是身处进京的必经之地，每次都有大量的学子从这里路过的。当然，现在他们一般从隔壁绕过去，但那主要是因为之前客货镇没有吃得住的地方，现在你把店开起来了，说不定就有人来了。不对，是指定有人来的。王震肯定地说道。不是我说，就那些穷书生，你确定他们吃得起我家的菜？不怪于志怀疑，他看话本上就没一个书生是有钱的，都是坑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新楼里的花姑娘，再不就是家里的糟糠妻，这才东拼西凑有了进京赶考的路费，就这还得抠抠搜搜的用。这种人能吃得起他家50文一道的菜，怕是有些勉强吧？你这话说的，人家去参加春闱的那都是举人老爷，一路上有的是富商愿意买单，当然这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所以大部分人还是更愿意自力更生，但举人本来大部分都有收入了，自然是吃得起菜的。不过春闱确实太远，我让你准备的是秋闱。不瞒你说，我京里收到消息了，南边有些地方闹了灾，流民闹起来，官府根本管不住，好些个地方秋闱根本办不起来，所以朝廷开会决定让他们全来京城这边考试，这样考完秋闱直接准备春闱，也省得跑来跑去了。王震压低了声音道：“那不中的怎么办？”于志有些奇怪。不中，那就回去呗。这年头有身份才有地位，朝廷哪里管得了那么多？王震理所当然道：“好吧，可这样那些秋闱过来的秀才不是更穷了？怕是更加吃不起我这的饭了吧？我还准备着什么？”于志翻了翻白眼：“有富商啊，除了举人，有潜力的秀才也是有富商捧的，这叫投资。再说你也可以投资几个有潜力的，到时候要是他们发达了，给你家酒楼题个词，挂个匾什么的。”生意不就好起来了吗？指不定100年后还能成为一段佳话呢。王震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没必要，不稀罕那些。于志摆摆手，一副淡泊名利的模样，靠那些穷酸书生哪靠得住？真要出名，他还不如自己给自己题诗呢，整点千古名句往上讨，当个文超公，美滋滋，保证比那些穷酸书生的酸词要好得多。好，不稀罕那些，钱你总稀罕吧？王震再次吐了口浊气，他是真没想到于志是油盐不进啊，他想送个人情出去咋就那么难呢？这倒是稀罕，但你不是说他们没钱吗？于志点点头，钱他肯定是要的，是没钱，所以才能赚钱啊。王震理所当然地说道。啊，这倒是把我听糊涂了。于志感觉这一刻自己听到的好像不是人话。